在我们这个行业呢，很多时候人家都会很好奇，为什么做外劳的业务的都能够上市？但是很多人不了解，其实我们在10多年前已经不再是中介了，我们是属于一站式管理的公司，主要在帮顾客去管理他的工人的住啊，他的这个医药啊这一方面是主要的。然后还有一样最重要就是我们是有一套方法、一套方案的去帮顾客呢找到合适他们的外劳，就是所谓的能够做到顾客一要的需求，这是最主要的。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财经拷问。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接受我们拷问的呢是万丰人力资源集团 Manforce Group。其实万丰人力资源集团 Manforce Group 是马来西亚第一家以提供一站式移工管理方案的上市公司。他们其实呢，早在2018年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在 Lead Market 上面来上市了。他们以每股18仙开始来售股。那么在上市之后呢，市值为5760万令吉。那么自从他们上市以来呢，其实万丰人力资源集团的股价都是非常平稳的啊，也就是介于23和24仙之间。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平稳的股价当中，其实公司它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来求进步以及转型的呢？今天我们就来邀请到了万丰人力资源集团 Manforce Group 的董事经理拿督黄文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欢迎拿督黄文明。欢迎你谢谢主持人。是。那其实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先介绍一下您的企业呢？其实万丰人力资源集团的这个业务的运作，以及你们究竟是提供一个怎么样子的服务？我们的集团其实主要是我们是一站式的服务，然后我们主要是去供应一个解决方案，再请这个外国劳工的这一块。大家都知道，请外国劳工是一个非常挑战、很困难的一个任务，所以我们经过了我们长时间的在这个市场的了解以后呢，说我们创造了一个模式、一个方案出来了，能够帮我们的这个顾客或者雇主呢，能够一劳永获的解决到这个外劳的素质的问题，还有就是那个引进外劳的那个过程的难处。了解。其实一直以来，我相信你们都是企业界的好朋友啊，帮大家解决这个人力资源的这个问题。那么，其实当初在上市之后呢，其实整个上市它在融资的这个过程，还有对于公司的整个的发展，其实是真的有带来一些什么样子的帮助吗？你觉得说上市之后，其实整个公司的运作上面，或者是在这个市场的能见度上面，是不是跟您符合您当初的预期呢？这个是一定有，因为在我们这个行业呢，很多时候人家都会很好奇，为什么做外劳的业务的都能够上市？但是很多人不了解，其实我们在10多年前已经不再是中介了，我们是属于一站式管理的公司，主要在帮顾客去管理他的工人的这个住啊，他的这个医药啊这一方面是主要的。然后还有一样最重要就是我们是有一套方法、一套方案的去帮顾客呢找到合适他们的外劳，就是所谓的能够做到顾客一要的需求。这是最主要的啊。其实我想要特别深挖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帮客户找到适合他们的这一些外籍移工，因为其实我们知道马来西亚的这个企业是百百种嘛，然后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外籍移工也来自各种各样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种族跟文化，所以其实，在做媒合的时候，贵公司的秘诀是在哪里？你们怎么样子能够去帮客户精准的找到他所需要的这些劳动人力呢？这一方面呢，因为我们供应的通常都是这个普通劳工，他不注重在技术面这一方面的，这是普通劳工。当然，普通劳工他就没有技术，他主要的是他的意愿和他的整个聘请的过程里面呢有没有透明化。
在我们的这个公司来看呢，外劳呢，他们也是一个投资者，因为他们要投资他们的除了金钱，就是他们的时间来离开家庭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做。但最主要的是他的这个所拿到的资料呢，当他来到马来西亚中的时候呢，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他要的，这是第一个主要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整个的这个聘请的资料啊，或者是环境啊，工作的性质啊，工作的待遇啊，都要很清楚的做好它。如果这一个做好了以后呢，当这个外劳来到马来西亚以后呢，全部是正确的话，在心情上，在他的整个人的这个意愿上，就会很平衡的去做了，他就能够很投入在他的工作上，自然而然的他的表现就好了。其实很多马来西亚的这个中介没有办法做好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完整的一套，他们只是属于介绍的方式来的，所以就没有做到那个很清楚的那个点。当外劳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他有误解的话就会不愉快了，这是我们最主要的。当然，我们也是在寻找这个雇主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注意的。首先，雇主呢也是要属于合格的。最低的这个要求，这个政府的限制这方面，然后呢就不会给这个外国劳工感觉上呢他受迫缩了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只要这2点做好以后呢，再来的这里呢，因为我们是属于第三方服务，所以我们就会代表我们的雇主呢去把这个工人的这个 welfare 他的一切的待遇的做好它，比如住宿啊，比如他的这个环境啊，他的交通啊。还有一部分呢，我们甚至帮他们做这个薪水，就是我们先付，然后才跟雇主会。这一切呢，都用系统来做了以后呢，那个工人他们来到这里以后呢，心就很定了，就不会有其他的想法。他们主要是要来赚钱嘛，所以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他们就能够专心在工作，很自然的。他就能够有好的表现。了解，其实就像您刚刚所说的，你们是一个一站式的服务哦，你们不只是做这个外籍劳工的。引入或者是中介，你们其实更多的做的就是后续的一些服务，包括你刚才所说的就是包括他们的医疗啊、生活方面，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转型，它可能也是某个程度上面，它扭转了大家对于中介的一些既定印象，或者是一些负面的评价。因为过去我们听到很多中介，他可能就会从中捞取利益，让这些劳工他不只是在异乡工作，还要去背负就是高额的这个债务哦。所以当你们去想要做这个转型的时候，其实达到你是看到了一个怎么样子的需求，或者是在一个怎样子的一个瞬间，或者是怎样子的一个契机之下，让你决定说要做这样子的转型。其实我做这个行业接近30年了，所以在中介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都认为我们想做好，不过不容易做好，因为中介它只是属于介绍的那一方面，就是找工人给我们的顾客，他没有权利去参与他的整个过程里面的管理，所以变成没有办法去把全部东西做好。在10多年前呢，我们其实马来西亚政府有批发了一个叫做 outsourcing license， 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就认为这个市场呢，一定要有一方去拿起这个责任来做好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第三方管理了。我们是把整个的这个流程呢，把它规划好以后呢，由每一个方面的人去负责，比如说。雇主有雇主要负责的这个管制，那么工人也要负责他的管制。我们作为第三方呢，我们就把全部的东西呢都把它标准化和制度化以后呢，大家就能够做好。当有一方做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很明显能够看到，然后找到这个解决的方案。但是达头，难道不是说单纯做中介更加的赚钱吗？对不对？那做第三方管理会不会你要耗费的这个资金啊，还有这个人力啊，反而更多？这个难道不会影响到你的盈利吗？其实这方面我们的看法就是，之前我们做中介的时候呢，我们是赚快钱，然后它有一个最不好的这个对我们最大伤害的就是，当你做中介呢，很多时候呢，
你没有一个稳定的路系，因为很多政策呢能够让你呢没有办法引进工人的时候呢，你的固定费用就要自己负担了。所以这个中间的这个行业呢，很多时候呢，他们都会面对很多挑战在路系方面。当然，我们改变了这个模式呢，来做管理的，当然它的门槛会高一点，因为它需要投入很多的资金。不过呢，它有个好处的就是呢，我们的收入呢将会是很稳定的，因为每一个月我们的这个收费都会跟我们的顾客收起，所以当然它就变成有一个长期的稳定收入了。这个就是中介和这个管理的公司不同的地方，也因为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生意模式，我们变成是一个管理的公司，主要我们的管理是用以合约为限定的，所以变成我们的整个生意模式呢，它就有一个所谓的持续性的一个成长了。就因为这个模式呢，我们才有这个机会呢去尝试去上市，才能够成功的上市。其实，在上市之后呢，我们也发现说公司的业绩是起起落落，特别是在这个疫情期间，肯定是受到了很多的影响啊。然后，但是在疫情过后呢，其实也看到了说公司的这个盈利以及业绩也是有上升。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说，是如何在疫情之后你们这样子一路走来，是如何熬过来，然后最后还是能够创造一个盈利？这个过程究竟是怎么样子的呢？这个我们上市上市的时候，2018其实是我们公司转型的最成功的一个时候，所以我们就是那时候上市的。但是当我们上市以后呢，其实面对的两个挑战，一个就是当2018年换政府呢，就整个市场呢它的操作就有很大的改变，就直接影响到整个市场需求了。然后过后呢，就也因为这个疫情的问题，所以也让我们的公司呢上市以后，我们有资金了，我们想要做大，但是市场有限制了，所以变成我们也停顿了整3年的时间。那不过这段时间我们有一个优势，就是因为我们是管理工人的，所以就算没有新的工人进来，我们手上还有工人，所以我们的公司还是有那个利润在那边，只是利润减少了，因为当时呢，我们政府是允许这个外劳呢要回去的能够送回去，但是新的不能够进来，所以量就慢慢少了。那么经过了这个疫情过后呢，2022年呢，我们的政府的这个开放回嘛，所以市场就很自然而然的就有很多的空缺了。所以2023年是我们一个最好的时机，也因为政府的开放呢，我们也有机会呢拿到很多的批准信，同时在那一段时间呢，我们也接触了很多比较高端的顾客。比如说很多上市公司啊，他们都对我们这个模式有一定的了解了，所以在2023年呢，我们的公司的业绩呢，也翻了2倍。但是虽然公司的业绩翻了2倍，我们看到这个股价的部分哦，是介于在23和24 cent 之间嘛。那我们在刚开始在开场的时候有说这个是一个平稳的一个股价，但是我相信其实你对这个股价应该也是有所期待啦，那股民可能也是有所期待，可以跟我们聊聊你有什么计划吗？就是对于这个提升股价这一方面，可以值得让大家期待一下的。在Lead Market呢，它的股价的幅度没有这么大，因为它是属于这个指定的投资者，所以变成呢，它就不像那个第2版、第3版这么通用，所以变成那个股价的漂浮是不大。我们今年其实是在进行着这个转版的动作，就是我们要在明年的年头或者年中，我们要做一个转版，就是从我们第3版转进第2版。OK， 这个现在在进行着。当我们的业绩在成长呢，当我们成功转版以后呢，那个价格自然而然的就会提升了。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一件事情哦。转版，希望很快就可以听到你们的好消息啊。但是我想接下来我们可能来聊一下，就是接下来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的挑战的部分啊，包括了我们看到新闻有报道说呢，政府有提出一些的政策啊，就是考虑向企业来多征收这个所谓的人头税了，而且定在2025年啊，不可以引进超过250万名的移工。那目前的移工的数量已经达到了220万啊。其实政府推出这样子的一个上限，250万的上限，会不会对你们造成怎么样的影响？
对于我们做管理这个呢，其实影响是不大的，因为我们主要是管理现有的工人，所以它增加还是增少，对我们影响不会很大。影响不会很大，但是您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说，关于这个我们所谓的进阶式的这个薪金啊，就是其实对于企业来说，这是一个负担，他可能也会思考说，如果这个工资提升了，那是不是就是要少引进一些外籍的移工？这个会有影响吗？关于这个政府要提升这个底薪和这个。很自然的呢，就会提升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人力成本呢。是当然我们的公司也是针对这一方面呢，我们在做这个管理这个服务。其实要解决这个人力成本的增加呢，我认为主要的我们只可以由一个方法去解决，就是提升这个生产力，提升这个数字，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人力成本增加了，很多商家呢都会转移到消费者。但如果他转移到消费者呢，很自然的就会让到这个市场的经济膨胀了，就会让到市场的消费者有一定的压力了。所以我们主要推动这个服务模式呢，是希望能够帮我们的顾客解决到这个人力成本的增加。那么怎么样能够解决到？就是你要找对劳工。找对了工人，那么这个工人找对了以后呢，你就能够把他的这个数字和这个产量提升上来，自然而然的你就能够把这个人力成本的增加呢，去减到它的程度，就不需要去全部转移给消费者。了解，感觉上达到你在每次遇到一个危机的时候，你总是能够把它转成契机，然后看到其中这个商机啊。包括了，其实，在几年前，你们的集团就有跟雪州青年社区签署了 MOU 嘛，然后也就是提供就业机会及训练年轻的求职者啊。那么特别是一些来自 B40 的这些低收入的群体。当初其实为什么会想到要提出这项计划？而且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其实这项计划它实际上帮助了多少人？当时我们想到计划呢，其实那时候是因为疫情的时候，那么政府呢也不开放引进外国的劳工，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如何去让这个本地的劳工能够代替一部分外劳的工作，所以我们当时呢就去跟UTN Space 合作，做这个所谓的训练的课程然后我们也跟很多的团体比如这个吉兰丹的州政府也跟我们合作，这个丁加鲁也合作，就是从他们那边呢带出很多这种 B40 SBM Standard 的这个劳工来参与我们这个 program。这个 program 呢，我们是叫做Malaysia Development Upgrade Program， 它就是用这个UTM 的这个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再加上我们的想法就是6个月的 Industry Training Program， 然后我们也进行了到现在应该有4年了，就是一直都在做着可是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本地的劳工做工呢，其实他们的意愿不高。所以很多时候呢，他们都会很轻易的放弃，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需要跟这个雇主合作，要怎么样去把他们安置在他们喜欢的这个工作上，还有那个在环境的改变，尤其是不让他们参与跟外劳一起工作，这个情形呢就慢慢的改变了。我们现在每一个月呢都有2次的这招聘。那么每2个月呢，我们都有一个毕业典礼，就是他完成6个月的这个训练课程过后呢 ，UTM 就会给他一个 certificate。其实当初在进行这个本地劳工的培训呢，也是恰巧这个是不能说恰巧啦，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所以你们做这样子的一个转型那但是发现说，其实在疫情过去之后，你们还是坚持在做，这个是让人家觉得非常窝心的一件事情。现在其实，在马来西亚大家最热门的一个话题，特别是对于上市公司，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社会责任嘛 ，ESG 的部分。那其实我相信。
您在这个行业里面，达到你肯定也是在 ESG 上面有一些你的思考，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其实贵公司在这个 ESG 的方面，你们做了哪一些的努力？在 ESG 这方面呢，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在social 这一方面，我们比较重点的，因为我们在做这个环境管理啊，包括宿舍啊管理啊，包括这个外劳的这个所谓的生活的这个生态管理啊，我们都有做这一趴。然后最近我们也提升了一个方式，就是每一个外劳来到我们的马来西亚呢，我们都会给他一个 ESG 的一个课程，去讲解让他们怎么样去在这个环境里面呢，能够做到他们应该做的。这是我们现在一直在进行着的。当然，我们也有跟很多这个 ESG 的专家在商讨，在哪一方面我们能够再做得更好。了解。那刚刚您其实也是有提到了，就是接下来很令大家期待的就是转版啊。那在转版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集团肯定对未来有一些想法跟计划啊。可不可以趁着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来跟这个潜在的投资者来信心喊话一下？就接下来公司还有什么令大家值得期待？除了转版之外，还有哪一些的业务内容，或者是哪一些的项目是您想要在这边最后来分享的？其实我们外劳这个市场呢，其实我们的公司的占有率呢那是很低的所以我们始终认为这个市场我们的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我们现在占有这个合法的这个外劳呢的1%都不到，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的上市以后呢，我们足够的资金，然后在这个市场有一定的这个知名度品牌过后呢，我们有很大的机会呢，能够跟很多大的企业合作，来做好这一个服务。当然，我们的服务呢，现在我们也加进了很多，比如做系统化，然后我们也最近也在做这一个叫做系统提升过后呢，我们也加进了一个 AI 的 scoring， 就是我们希望呢，经过我们的这个服务呢，这个外劳的品质呢，能够有一定的提升。不只能够在这个工作表现上提升呢，在整个的这个评估上面呢，都有一定的不同这是我们在继续做着的。然后当然我们也认为这个市场除了这个蓝领阶级呢，但是白领阶级的市场也是一个很大的需求，所以我们在下去呢，可能在白领这个市场呢，我们会增加很多业务。包括我们会跟外国的这个人力资源做一个合作，来把很多外国的这种白领的或者是所谓的这种高级的管理人呢，也引进来。因为其实真的现在很多的高阶经理人我们看到就业市场当中是工找不到人，人又找不到工所以当中确实是非常需要一个桥梁。那我相信其实呢万丰人力资源集团的这样子的一个转型，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来期待的。那今天非常谢谢大豆黄文明来上到财经拷问的节目，谢谢你，希望很快的时间又可以再见到你。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不晓得你对于今天我们的访问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呢？你对于马来西亚的整个人力资源的服务，你还有什么样子的意见想要提供给万丰集团的呢？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正在 YouTube 收看的观众呢，欢迎你可以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财经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